各位长辈，各位听众朋友，欢迎回到我们这个陪伴大家一起变健康，一起把日子过得清爽自在的节目。今天要跟各位聊一个和你每天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，尤其是家里正在长期吃血压药的长辈朋友，请一定要耐心听完。因为在门诊这段时间，我发现一个让人相当忧心的状况，很多长辈在服药这件事情上，不知不觉犯了4个常见却容易被忽略的错误。这些做法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，其实正在一点一滴把健康悄悄消耗掉，长期下来可能带来疲倦无力、头晕目眩、心脏功能变差，甚至提高中风的几率。所以请各位耐心听我把这4件事一一说清楚。只要愿意从今天起调整1-2个习惯，您绝对可以把病情稳稳控制住，平平安安享受晚年。第一个我常常碰到的状况，就是各位虽然天天按时吃药，却很少主动去量血压。很多长辈心里有个想法，觉得医生1-2年前开的处方吃习惯了就够安心。但请您想一想，我们的身体其实像一条从不停歇的河流，每一天都在悄悄变化。随着年纪增长，肝脏代谢药物的能力会慢慢下降，吸收状况也不像年轻时那样稳定。以前开的药方放到现在的身体状况来看，未必还合适。如果还是照着旧剂量继续吞，很容易发生血压掉得太低造成头晕，或者剂量根本不够导致血压飙高送急诊的情况。根据卫生单位过去的调查资料显示，高龄族群因为低血压住院的病例中，有接近1/4是因为长期沿用旧处方，却没有定期量测血压所导致的。试想我们的身体每天要应付天气变化、睡眠不足、情绪紧张等各种刺激，这些都会牵动血压数字的起伏。如果每天早上醒来只是习惯性吞药，却不先了解此刻血压到底是多少，这就像在浓雾里开车，既没有地图也没有方向，非常危险。那该怎么改善呢？方法其实不难，请各位养成习惯，至少每个月测量血压1次，时间安排在早上服药前以及晚上睡前各量1次。现在家用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，每次只要花个3分钟就能掌握身体状态。量完记得写进小册子，回诊时带给医师参考。这份记录就是医师判断的重要依据，能帮忙把用药方案调整到最符合您现阶段身体状况的样子。也请主动跟医师确认这个药是否还适合继续使用，尤其如果开始出现疲累、头晕、手脚发凉的感觉，千万别直接归咎于年纪大了，很可能是血压偏低发出的警讯。第二个我很常看到的错误，就是凭感觉决定要不要吃药。不少长辈早上起床觉得身体沉重，脑袋昏昏的，还没吃早餐也没量血压，就急着把降压药吞下去。这个做法风险很高，因为有时候疲惫感根本不是血压升高造成的，也许是血糖偏低，也许是贫血引起。这时候再补一颗降压药，只会让状况更糟。如果您也曾经这样做，不舒服就吃1颗药让自己安心，我必须坦白告诉您，这真的是很危险的习惯，并不是各位故意要这样，而是出于对自己身体的担心。但主观的猜测往往容易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。累不代表血压一定在升高，有时候只是没睡饱、喝水不够、天气突然转变，或者刚起身姿势不对，血液循环还没跟上。如果这时候血压其实很稳定，却又急着多吃1颗药，身体很容易一下子掉进血压过低的危险区间。对长辈来说，血压太低不只是头昏眼花、走路不稳，严重时还可能跌倒受伤，甚至因为脑部供血不足引发中风。曾经有长辈告诉我，他光靠感觉就能判断血压高低，但我要提醒各位，单靠感觉常常是不准的，家里的电子血压计才是最客观、最值得信赖的工具。根据医疗院所的临床观察统计，将近40%因低血压住院的案例，起因都是病人凭感觉吃药，没有先测量数值，这样反复吃错时间点，久而久之会让身体逐渐失去自我调节的能力，血管也会变得越来越脆弱。那要怎么避免呢？第一，请千万不要因为觉得累就直接吃血压药，先停下手边的事情，坐着休息几分钟，喝杯温开水，深呼吸放松心情，然后再量血压。如果数值仍在医师给的安全范围内，就不用急着服药。第二，请养成每天固定时间吃药的习惯，大约在早餐后15到30分钟，并且一定要先量过血压再服用，这样最安心。
身体本来就依照规律的生理节奏在运作，固定时间用药能让血液里的药物浓度维持平稳，血压自然更容易控制。除了服药以外，日常作息也很重要，请各位尽量睡眠充足，理想状况是晚上10点前就上床，早餐也一定要吃，不要空腹。还有一个小细节，早上起床别急着跳下床，先坐在床边几秒钟，让脚踏在地上稍作适应，再慢慢站起来。同时也要避免情绪起伏太大或过度紧张焦虑，这些都会影响神经系统和血压稳定。第3个我经常观察到的错误就是自行调整用药剂量。有些长辈量完血压看到数字偏高，心里一紧张，觉得没有年轻人那样漂亮的数字，就自己多吃1颗，或者把药剂拆开分次服用，以为这样血压会更漂亮。听起来似乎有道理，但其实非常危险。长辈的血压标准本来就不需要压到跟年轻人一样低。根据心脏医学相关建议，70岁以上的长辈收缩压维持在130到139毫米汞柱，舒张压落在80到90毫米汞柱之间，就属于安全范围。如果刻意把血压压得更低，血流可能没有足够的力道去滋养脑部与心脏这些重要器官。请用准确的数字去了解身体，而不是靠模糊的直觉，这才是安享健康晚年的关键。当各位自行增加药量却没有经过医师同意，等于在不知不觉间把血压降得过低，这种情况的危险程度不亚于高血压本身，身体很快就会用一些症状提出警告，像是站起来或坐下时突然眼花头晕，走路感觉漂浮不稳，睡眠也变得断断续续，手脚容易冰冷，整天都带着挥之不去的疲惫感。更令人担心的是，脑部如果长期处在供血不足的状态，久了不但会加速认知功能退化，也会增加缺血性中风的风险。不少大型医学研究也指出，年长者若长期把收缩压控制得太低，尤其低于128毫米汞柱，认知退化的风险会明显高于维持在130到140毫米汞柱之间的族群。所以请各位一定要记得，血压并不是愈低愈好，治疗的目标应该是找到最贴合自己年龄与身体状况的那个数字。自行调药不仅伤脑，对心脏血管以及肾脏功能的负担也不小。血压压得太低时，流向肾脏的血量会明显减少，可能把身体推向慢性肾功能衰退的风险。如果长期忽视，严重时甚至需要终身洗肾，对生活品质是很沉重的打击。同时过量用药也会加重肝脏负担，扰乱肠胃功能，甚至可能引发心律不整。我要再提醒各位一次，千万不要自己更动药物剂量。血压本来就是一个会随着时间、心情、睡眠品质，甚至天气而波动的动态指标。如果某天发现血压比平常偏高，请不要急着多吃药。比较好的做法是连续2-3天在固定时间测量，把数据仔细记录下来，回诊时交给医师做整体评估，是否需要调整用药，应该根据完整的健康状况来判断，不能只凭1-2次的数字就下决定。除了确实遵照医嘱服药，也请定期回诊追踪，建议至少每半年检查1次肝肾与心脏功能，这样才能及早发现身体是否受到药物影响。如果各位觉得今天分享的内容对您有帮助，欢迎花一点时间点个赞，留言分享您的想法，也别忘了订阅我们这个健康频道，让我们有动力持续制作更多对大家有益的内容。接下来要谈的是我常见到的第4个错误，也就是混着乱吃各种药物。年纪增长之后，家里的药箱往往塞满了各种药品，血压药、血糖药、降血脂药、骨关节的药、胃药，再加上各式维他命保健品，甚至各种草药茶饮。如果没有妥善管理，短时间内同时服用这么多东西，其实隐藏着很难察觉的风险。我把这种情况称作混药陷阱，因为看似面面俱到的照顾身体，实际上体内正悄悄发生各种交互作用。有些药物一起服用会让副作用加成，有些则会互相抵消疗效，更严重的甚至会提高毒性，造成血压骤降或心律紊乱。而我们往往要等到出状况才察觉问题所在，这正是年长者用药安全中最大的隐忧。当肝肾功能随着年纪逐渐衰退，身体代谢与排出药物成分的效率不如从前，药物活性成分很容易在血液和组织里累积，悄悄造成我们没有察觉的伤害。为了避免因为随意用药而留下遗憾，我有几句话想诚心叮嘱各位。第一点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
绝对不要自己擅自增加任何治疗药物，不论是西药、中药，或是广告说的天花乱坠的保健品。就算听旁人说的再神奇，亲友再热心推荐，都请先按捺住。每个人的体质、病史和身体状况都不一样，没有谁能完全套用别人的方式。所有用药决定都必须经过专业医师或药师亲自评估之后才能进行。第二点，每次回诊时请务必把家中正在服用的所有药物都带去给医师查看，包括不需要处方就能买到的成药，以及各种维他命补充品。医师只有清楚掌握完整的用药清单，才能准确判断复杂的交互作用，分辨出哪个是主要治疗药物，哪个属于辅助用药，并及时做出对您最安全的调整。第三点，请仔细弄清楚每一种药的正确服用方式，哪些药饭前吃，哪些药饭后吃，是否需要间隔时间分开服用，哪些适合早上吃，哪些只能晚上吃，甚至有些药不能配牛奶、果汁或浓茶一起吃。这些看似细微的小细节，对疗效和安全的影响其实非常大，建议大家仔细记录下来，贴在家里显眼的地方，避免记错或遗忘。如果各位每天需要服用3种以上的药物，也建议至少每半年追踪一次肝肾功能，这样才能及早发现代谢是否出现异常，及时处理，避免留下遗憾。只要抽个血做基本检查，医师就能了解身体是否已经被药物压得太重，不要等到出现疲倦、尿量变少或食欲不振才就医，那时往往情况已经拖得比较久了。最后我想跟各位说几句真心话，请尽可能减少对药物的依赖，能少则少。如果血压、血糖或血脂这些数值已经透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调理得很稳定，完全可以和医师讨论，根据当下身体状况适度调整用药。生活中有几件小事非常重要，请各位放在心上：饮食清淡一些，水要喝够，作息规律，每天适度散步，保持乐观放松的心情。这些好习惯都能帮助身体用自己的力量慢慢修复，越来越健康。不妨今天就在纸上写下现在服用的每一种药名、准确的服药时间以及服用的原因，贴在家里的药盒旁边，这样不但方便自己管理，也能让家中晚辈在需要时更清楚该怎么协助照顾您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吃药是为了活得更健康，享受有品质的生活，而不是让日子完全依赖那几颗药丸。今天在用药习惯上做出的每一个小改变，都是在为未来的平安做最有意义的投资。当你能用科学的方法主导自己的用药习惯，相信很快就能感受到身体变得轻松，思绪也更加清楚，在照顾自己晚年健康这条路上也会更有底气。今天聊了这么多用药上常见的错误，不管是不小心的疏忽，还是出于一片好意，只要我们愿意早一点发现，早一点调整，它们其实一点也不可怕。最重要的是，从这一刻起，各位手上已经握有这些基本知识，可以据此调整出最贴近自己身体节奏的生活方式。只要在用药方法上做一个小小修正，再仔细聆听身体发出的每一个细微讯号，各位其实已经成为自己最好的医生了。衷心期盼今天的分享能成为各位往后每一天安心生活的实用参考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真的对您有帮助，请不要客气，按个赞也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有机会在下一个健康主题里再次相遇。如果对于血压药的剂量或者其他慢性病用药，心里还有具体的疑问没有得到解答，欢迎透过荧幕上显示的专线和我们的专业团队联系，我们一直都在，愿意倾听，提供建议，陪伴各位，确保每一颗吃下的药都能发挥最好的效果，帮助各位避开不必要的副作用。最后，要向每一位长辈、每一位听众朋友致上最深的谢意，谢谢您愿意花宝贵的时间听我说这些心里话。祝福各位身体元气满满，心境安稳，自在幸福常伴身旁，每一天都是圆满欢喜的一天。愿您与家人紧紧相伴，我们下次再见。特别声明，本段故事与分享内容仅供教育与学习之用，无法取代专业的医疗建议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在这段充满温情的广播时光里，今天听到的这些分享真的相当发人深省。这段关于长辈服用血压药的真实故事让人感触很深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为了照顾好自己，反而因为不了解而犯下不测血压、凭感觉吃药、自行调整剂量，甚至把各种药物混着吃的错误。这其实反映出我们对健康的渴望，
却忽略了身体就像一条从不停歇的河流，每天都在产生独特的变化。我们从中学到最重要的一课，就是要用科学的态度面对老化，用准确的数字去聆听身体的声音，而不是单凭模糊的感觉来做用药决定。只要我们愿意改变1-2个小习惯，像是每天固定测量血压并记录下来，就能把病情控制得很好，安心享受晚年。听完这段分享，我深深感受到，健康从来不只是冷冰冰的数字，而是一份对自己与家人的责任与爱。我们常常听到长辈为了不让子女担心，默默忍受身体的不适，甚至凭感觉给自己当起医生。但真正懂得爱自己，是学会用科学而客观的方式去聆听身体传来的讯号。生命就像一条不断流动的河，每天的气候与水流都在改变，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。那些曾经管用的旧习惯与旧药方，未必能应付今天的挑战。我们必须谦卑地承认，主观的感觉有时候确实会骗人。疲惫与晕眩，也许正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，提醒我们该停下脚步好好休息，而不是急着吞下更多药物。每一颗药都应该是帮助我们找回生活品质的助力，而不是让人产生依赖的盲目信仰。与其在不知不觉中掉进混药的陷阱，不如静下心来好好吃一顿早餐，培养清淡的饮食习惯。医病之间最美好的互动，建立在坦诚与信任之上。把真实的血压记录交给专业的医师，这才是最有智慧的做法。真正的养生之道，其实就藏在日常生活里的每一个微小细节中。保持心情平和，少一点焦虑紧张，多一点对生活的乐观，身体自然会回馈我们最好的状态。随着岁月老去并不可怕，最让人担心的是我们渐渐失去了与自己身体正确对话的能力。只要我们愿意从今天开始，多花3分钟量一次血压，多一份对用药的谨慎，就能为晚年点亮一盏平安的灯。让我们把这份正确的健康观念当作最珍贵的礼物，传递给身边每一位深爱的家人。免责声明：本节目所有内容仅为资讯分享与教育目的，绝不构成任何医疗诊断或治疗建议。每个人的体质与病情皆不相同，任何用药习惯的改变或医疗决策，都必须亲自与您的专科医师或药师讨论确认。对于听众因依赖本节目内容而产生的任何直接或间接后果，创作者与播出平台概不负责。您觉得未来的节目还应该多聊聊哪些贴近日常生活的健康小故事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。